乌军再传捷报，收复哈尔科夫3块湿地重创俄军总部。乌军突袭布良斯克油站，俄军重要燃料供应线受挫。俄乌冲突第1285天，乌无人机狂袭俄实地克里米亚 S-400被毁。泽连斯基放话对俄罗斯新一轮纵深打击，匈牙利成唯一例外。欧盟齐声谴责俄军仅他保持沉默。匈牙利的好日子到头了，欧盟要改规则。乌克兰7欧前议长利沃夫遇枪击身亡。俄军桥下布满地雷，乌军600美元无人机轻松摧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，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、留言，谢谢大家。关注前线最新局势，乌克兰在苏梅与哈尔科夫两大方向几乎同步展开反攻，战场态势骤然紧张。据前线军事记者披露，乌军近日连续收复3块湿地，其中包括哈尔科夫的米尔内与索博利夫卡一带。同时，乌军部队已逼近拉德基夫卡的郊区，并成功重新掌控了周边定居点。最新战况地图也清晰显示了这一变化。过去2天里，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攻势明显加快。前线视频显示，他们驾驶 BMP-ETS 步兵战车向俄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。虽然这辆装甲车在冲锋中遭到俄军炮火的直接命中，但乌克兰士兵依旧顽强坚持，凸显出此地交火的激烈程度。在地面战斗的同时，乌克兰空军也积极投入支援。米格29战斗机在北方战线连续投下密集的 AASM 锤子精确制导炸弹，如同暴雨般砸向俄军的步兵阵地。当前，苏梅与哈尔科夫无疑成为北方战场的焦点。乌军空袭的持续压力让俄军前线部队难以稳定防线。与此同时，空军的打击范围还扩展至东部顿涅茨克战场。一架苏27战斗机不久前升空，在接近俄军前线作战总部后投下2枚滑翔炸弹。随着连续的巨响，整个指挥部建筑被滚滚浓烟与爆炸吞没，画面中只见残骸散落，满地狼藉。稍早时分，乌军还对俄占托克马克地区发动突袭，成功击毁了俄军的运兵车辆。现场消息称，这批俄军人员正从罗斯托夫休假归来，为了掩人耳目，甚至乘坐出租车同行，但依旧未能逃过乌克兰的侦察与打击。初步判断，乌军使用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实施精准打击，当场摧毁多辆车辆，其中包括一辆 MPLB 装甲输送车。从爆炸规模和现场情况来看，俄军损失不小，相关伤亡与装备损毁的数据正在统计之中。从哈尔科夫到顿涅茨克，乌军的反攻已呈现出次第展开的态势。俄军此前意图通过快速推进夺取关键据点的计划被全面挫败，战线整体重新回到焦灼对峙的局面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乌克兰几乎没有可能在任何谈判中将已收复的土地拱手相让。而照此攻防速度继续发展下去，俄军想要彻底实现对顿巴斯的完全控制，恐怕依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。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攻势再度升级，最新目标直指布良斯克的一个关键油站。该设施被认为是俄军的重要输油枢纽，对其作战行动有着直接支撑作用。据 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的通报，乌军8月29日在布良斯克奈托波维奇附近发动突袭，成功命中当地的一个大型加油站。袭击后，现场立即燃起熊熊大火，滚滚浓烟升上夜空，火光中伴随着持续的爆炸声，场面极为震撼。据悉，这座油站每年向俄军供应的柴油高达1050万吨，其受损无疑将给前线部队的燃料保障带来严重冲击。事实上，布良斯克早已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的地区。就在数天前，乌军曾多次攻击当地的有益输油管道。这条管道不仅是俄罗斯国内能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更是俄石油输往欧洲的战略通道。因此，它的反复受损对俄方整体能源运输体系构成了不小威胁。与此同时，乌军昨夜还空袭了2家俄罗斯炼油厂。首先是位于萨马拉州的塞斯兰炼油厂，
该厂年加工能力在700万至850万吨之间，近期已连续遭受2次打击，设施受损情况引发外界关注。另一处目标是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，无人机袭击后引发的大火一直持续燃烧到今日清晨，在远处仍能看到滚滚黑烟升腾而起。俄方则辩称，火灾是由无人机残骸坠落所致，而并非直接命中。同一地区的交通系统也未能幸免。克拉斯诺达尔的一座火车站在同一夜间遭到袭击，显示乌军在策划行动时，往往会将能源设施与交通枢纽作为同步打击的对象，以加倍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与补给能力。在北方战线，圣彼得堡周围也遭遇了大规模无人机群的袭击。俄方的军事频道甚至预测该市可能还将遭遇导弹打击，使得俄罗斯第2大城市的军事设施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。此外，位于萨拉托夫的恩格斯空军基地昨夜再度传出巨响。消息人士透露，乌军在俄军轰炸机起飞前夕率先发动打击，意图阻止俄方对乌克兰实施新一轮空袭。随之而来的多起剧烈爆炸震动了整个机场区域，这也是该基地在1周之内第2次遭遇袭击，显示其在俄军战略体系中的敏感地位。目前具体的战损情况仍需等待卫星图像更新才能确认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乌克兰此轮密集空袭显然是对俄军此前轰炸基辅的直接回应。不同的是，乌军的目标高度集中在炼油厂、油站、管道、火车站以及空军基地等与军事行动紧密相关的关键设施上，其战略意图十分明确，通过切断能源与交通补给，削弱俄军持续作战的能力。2025年8月31日，俄乌战争进入第1285天。根据乌总参发布的最新战报，在过去一天里，俄乌军队共进行了136次交火。从前线整体态势来看，双方空袭频率越来越高。8月31日，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142架无人机，乌军击落126架无人机。俄罗斯试图通过无差别袭击逼迫乌克兰妥协，但注定无法成功。乌克兰发射近100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莫斯科、奥廖尔、沃罗涅日等10个地区，克里米亚也遭到袭击。过去24小时，莫斯科巴拉西哈的仓库、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、塞斯兰炼油厂、图拉阿列克新化工厂的炸药库都被击中，损失有待确认。乌军再次摧毁俄罗斯布良斯克的德鲁日巴输油管道泵站，导致该管道再次停运。乌克兰针对俄本土的袭击还将持续，特别是远程无人机、巡航导弹将大量使用，俄罗斯代价可不低。前线最新战况显示，别尔哥罗德、库尔斯克方向乌军继续坚守既有阵地，苏梅方向乌军战机空袭俄军阵地并展开反击。波克罗夫斯克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正向塔布罗夫卡推进，夺回了新经济城马利尼夫卡，俄军陷入被包围风险。向多布罗皮利亚挺进的俄军被切断退路，投降或已只是时间问题。波克罗夫斯克地区，俄军动用1辆坦克、5辆步战车与大量步兵发起进攻，但遭乌军无人机打击，装备全毁，步兵被击溃。赫尔松方向，乌军袭击卡尔达辛卡俄军阵地，并空袭了俄军无人机操作员的集结点。库皮扬斯克方向，乌军突击部队在南翼成功反击，解放赫卢什科夫村、莫斯卡利夫卡，同时还收复了索博利夫卡、米尔内，并在拉德基夫卡村附近继续作战。克里米亚方向，乌军摧毁一套俄军 S-400 雷达系统，并炸毁了一座俄军机场。在战场之外，地缘政治局势也在升温。立陶宛在俄白边境部署龙牙反坦克障碍，芬兰计划将军队扩充10倍。乌克兰前议会发言人、长期反俄人士安德烈·帕鲁比在利沃夫遇刺身亡，泽连斯基与波罗申科均表示哀悼。欧盟计划改革决策机制，由一致通过改为多数通过，以加快对外政策响应。军援方面，德国已向乌克兰交付第8套 IRIS-T-SLM 防空系统。美国批准1.791亿美元军售，用于维护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。美国还批准了一项85亿美元军售协议，向乌克兰提供6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，由丹麦全额资助。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透露，
乌克兰已获得能打击俄罗斯纵深的先进武器，这将显著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。他特别提到，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的精准打击已经证明其战略效果。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则强调，柏林对与乌克兰合作研发远程武器非常满意。数据显示，乌克兰今年的远程打击行动已迫使俄罗斯炼油厂减产逾 23%， 而这仅仅是开始。8月31日，泽连斯基在听取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的汇报之后表示，对俄罗斯境内的新一轮打击迫在眉睫，所需兵力与能力全部到位。过去几个月，俄军春夏攻势惨遭失败，而乌克兰却在连续打击俄罗斯的能源体系。结果是什么？俄罗斯炼油能力损失了 23%， 经济压力直线上升。就在前一天，乌克兰用长海王星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俄军哨所，结果震惊俄军，整个哨所被摧毁，6艘气垫船报废，米8和米24直升机各1架被毁。这只是一个开胃菜，别忘了，乌克兰手里不只是无人机射程2000公里，还有长海王导弹射程1000公里，更有火烈鸟导弹射程3000公里。这意味着俄罗斯的纵深腹地几乎无处安全。那么，乌克兰到底要打什么？答案很清楚，能源系统、炼油厂、油库、输油管道，还有俄罗斯赖以出口的3大港口乌斯季卢加、新罗西斯克、图阿普谢，全都在目标清单之上。要知道，俄罗斯的经济几乎就是一部能源机器，工业、科技、金融、军费全都靠石油和天然气在撑。一旦能源系统被打瘫，俄罗斯不仅打不起仗，连国家机器都会摇摇欲坠。历史早就给过答案。苏联经过10年阿富汗战争，无法承受高额军费开支和国际油价下跌，最终导致整个解体。1917年，沙皇俄国在财政、经济全面崩溃时，也瞬间垮台。今天的俄罗斯何尝不像当年的苏联？军事记者卡拉什尼科甚至说，现在的俄罗斯经济像1985年苏联，政治像1917年沙皇末期。危险信号已经非常明显，军费飙升，财政赤字，制裁加压，再加上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的持续打击，俄罗斯还能撑多久？或许压垮俄罗斯的不是战场上的一场败仗，而是能源经济的崩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乌克兰一直盯准俄罗斯的能源经济猛打下去，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？是俄罗斯顶住压力继续硬撑，还是像苏联一样轰然倒塌？你觉得俄罗斯能撑多久？匈牙利再度成为欧盟的异类。在俄军对乌克兰展开新一轮大规模袭击，造成基辅数十人死亡之后，欧盟26个成员国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，只有匈牙利拒绝支持，使其成为整个欧盟中唯一没有加入谴责行列的国家。据路透社报道，欧盟在8月29日的声明中明确谴责了俄军的袭击，并计划加码对莫斯科的制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一向被认为亲俄的斯洛伐克，这一次也加入了谴责俄罗斯的行列。相比之下，匈牙利的立场再次显得格格不入。欧尔班总理的独行姿态，使匈牙利在欧洲整体援乌制俄的趋势下显得极为突出。与此同时，欧洲的军事援助也在加快。比利时宣布将尽快向乌克兰交付 F-16战斗机，并追加1亿欧元的军援。大约2周前，乌克兰刚刚接收了来自德国的第8套 IRIS-T-SLM 防空系统。德国总理梅尔茨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联合声明中进一步确认，柏林将向基辅提供额外防空设备，并加深安全领域的合作。外界普遍认为，乌克兰最新的远程打击武器项目离不开德国的技术支持。对此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公开表示，柏林对乌克兰在德国资助下生产远程武器的进展非常满意。目前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乌克兰的火烈鸟导弹，这是一款射程可达3000公里的远程武器。经济学人披露，这一项目直到2024年底才正式启动，但如今已经进入量产阶段。相关团队仅用9个月便完成了火烈鸟的设计与制造。据报道，火烈鸟很可能已经在战斗中投入使用，曾击中过俄罗斯的港口或炼油厂。
而它的生产成本也颇具优势，每枚预计不足100万欧元。与美国战斧相比，这款导弹无疑更加经济实用。不过，从乌克兰的角度看，比起欧盟一份份的政治谴责声明，他们更迫切需要的其实是像火烈鸟这样的硬实力武器。德国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格外低调，少说多做，实实在在地推动基辅提升远程打击能力。俄乌战争进入3年半，欧盟终于按捺不住，开始认真讨论改革投票机制，而这一切都是被匈牙利逼出来的。在过去3年半里，匈牙利几乎成为欧盟内部的异类。他不仅从未对乌克兰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，还一再阻止欧盟出台援乌方案，不断提出附加条件，与其他26个成员国格格不入。8月29日至30日，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上，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再次唱反调。他拒绝支持任何涉乌决定，甚至嘲讽欧盟委员会已沦为乌克兰委员会。他警告称，欧盟正在为一场长期战争做准备，而匈牙利的所谓和平方案，其实就是要求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条件并投降。西雅尔多更是公开表示，匈牙利将继续否决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。他还在社交媒体上炮轰欧盟，批评其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亿欧元资金，用于士兵薪资、无人机、武器以及政府运转，这几乎就是向特朗普告状，期待未来美欧在援乌问题上出现分歧。但问题在于，匈牙利不仅1分钱莫给，还阻挠欧盟整体的对乌支持。靠着一票否决权，布达佩斯的确左右了欧盟的决策，但这种日子恐怕走到头了。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，已有12个成员国提出要把一致同意制改革为合格多数制。一旦新机制落地，欧盟便能绕开匈牙利的阻挠，更快做出重大决策。届时，欧尔班政府赖以施压的否决权将不复存在。欧尔班的算盘很清楚，既要拿欧盟的钱，又要打击欧盟的政策。但这种两面手法已经让其他成员国忍无可忍，匈牙利的好日子恐怕真的要结束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欧尔班在国内的地位也岌岌可危。2026年匈牙利大选临近，最新民调显示，他所在的亲民盟支持率仅为 37%， 落后于地萨党的 46%。更关键的是，高达 86% 的匈牙利人支持留在欧盟，就连亲民盟内部也有 75% 的支持者倾向欧盟。欧尔班执政15年，如今却越来越与民意背道而驰。2026年，匈牙利可能迎来转折。如果欧尔班不改，欧盟会迫使他改变；如果匈牙利不改，欧盟最终也会改变匈牙利。当地时间8月30日上午，乌克兰著名政治人物、现任国会议员、前国会议长帕鲁比在西部城市利沃夫遭遇枪击，不幸身亡，终年54岁。目前，凶手作案动机尚不清楚，本案是否与俄乌战争相关，仍待确认。相关部门已展开追捕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发文，称已听取案件的初步汇报，并下令警方和相关部门全力追捕凶手。他谴责此次袭击是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，并誓言要彻底查明真相。前议会及政府同僚纷纷向帕鲁比表达敬意，称赞他为捍卫乌克兰主权与独立所做出的贡献。前总统波罗申科在社交平台表示，这起刺杀就像向乌克兰的心脏开了一枪。据法新社援引乌当局的消息，帕鲁比在利沃夫市中心中午时分遭遇枪击，身中数弹，当场因伤势过重死亡。目前枪手仍在逃，作案动机尚不清楚。利维夫市长萨多维 Andrei Sadovyi 表示，找出凶手，确立袭击时情境是当务之急。帕鲁比是乌克兰政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，他曾在2016年4月至2019年8月间担任国会议长，长期活跃于乌克兰政治舞台。在2013年到2014年基辅广场起义期间，他是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之一，他以坚定的亲欧立场而广为人知。在2014年2月至8月，帕鲁比担任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，当时正是乌克兰东部爆发冲突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关键时期。警方已展开大规模搜捕，
乌克兰社会也对这起政治高层遇袭事件高度关注。乌克兰军方近日成功用低成本无人机炸毁俄罗斯边境的2座战略桥梁，这些桥梁原本被俄军在桥下布满地雷和弹药，用于防止乌军突进。每架无人机成本仅在600至725美元之间，却能发挥惊人威力。据 CNN 报道，这2座桥梁位于俄罗斯靠近乌克兰的贝尔哥罗德州，俄军常通过它们进行补给。由于桥梁的重要战略价值，俄军在桥下安置了大量反坦克地雷，一旦乌军逼近，随时可能引爆阻止推进。执行任务的乌克兰第58独立摩托化步兵旅透露，他们最初通过侦察发现桥梁附近异常活动，但普通侦察无人机无法靠近桥下，因为信号会消失。于是他们出动一架配备光纤设备、第一人称视角 FPV 的无人机。画面显示，当无人机接近桥下时，发现堆放的地雷和弹药被布料部分遮盖。该旅代表说，看到地雷后，我们立即发动攻击，随后从远处的摄影机捕捉到一场震撼的大爆炸，桥梁瞬间被摧毁。随后乌军又锁定了另一座桥梁，发现同样堆放着地雷，立即采取行动再次炸毁。俄罗斯方面尚未对事件置评。这次行动凸显了低成本、高科技装备的巨大威力，每台无人机仅需约600美元，却能精准摧毁对手战略目标，极大削弱俄军补给和防御能力。好的，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要看最全面、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，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。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，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，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